右相，尝一口今朝送来的岭南血宴吧。啊，那些胡商说今年船行得远，运气又好，才采到这些极品。送去宫中都备好了，是何品质？都已经备好了，和右相尝的一样。让他们换了吧，换成与去年品质相仿即可。今年这确实是极品，但若是明年续不上了，该如何是好？给圣人办事，不但要求好，更要求稳。右相，圣人最喜欢的那株牡丹发新芽了，恢复的还不错。那就好，记住，这才是我们该关心的头等大事。姐姐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这6月初1，他死不了。你是他的人，自然帮他说话。从今日起到6月初1，这其中的变数又有多少呢？我为何要日日为此事操心，跟他的命运交织在一起？你刚刚一口茶，口汁都花了。这做生意呢，不要只顾着眼前的得失，目光要放长远。一个好的机会，抓住了，后半辈子便有着落了。我若是你啊，我定要极力劝说自己的金主，拿着区150贯换李善德一个大人情。这李善德完成了荔枝转运，以他的为人，他定要念姐姐你的好呀。这可是后来人花10倍、100倍都换不来的交情。那他若是失败了，自然还会把钱还给你，因为他在死前一定要给自己的孩子买个平安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背后的金主都不会吃亏的。你们站住！别跑！你们站住！这我孩子呢？我孩子呢？你急什么？之前我让你还贷，你不是也让我别急吗？6月初1之前的钱我不是还给你了吗？而且我也跟你承诺过，6月初1我把剩下的钱都给你，你还要我怎么办吗？我想让你现在就还钱啊！听说今日去办批文了，可有好消息要与我分享？这批文它哪儿那么好办呢？那不都得各个衙署跑个3、5次，转还个2、3日吗？我才回来1日，你放心，这个批文呢，我肯定能批下来，钱我也能还上你，差事我也能办成，行不行？你相信我。刚刚已经有人劝过我了。李大使艳福不浅，找对了良人。你放心，今日我不会为难你。只是我也需要给我身后的金主一个交代。啊。所以你此番回来，务必要让我吃到定心丸，否则我不会再任由你走出长安了。知道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要关房门了！快点，快点！
别磨磨蹭蹭的，快点！谁让你今天带他去见他们？啊？谁让的？快点，快点！不是孩子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他们当时人多，我没法跟他们硬碰硬。我是个商人，我知道他们的行事方略。再说了，区100贯，区100贯，区100贯，那是今天你运气好，孩子命大。知道这是哪儿吗？啊，这地方是你说了算的吗？啊，是你张嘴闭嘴几千万大生意，你说了算的地方。这是长安，长安知道吗？三教九流，鱼龙混杂，那100贯能买？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那长安108坊，你去哪儿？这边。后面的，快点！想不想出去了？哎，张叔，哎，你帮我能看一下孩子吗？好，阿姨，你干嘛去？阿爷给你买点吃食，帮张婶摘菜。哎呦，行，来坐这儿来。这真乖，行。昨夜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李善德在长安城里冲着我笑。这事儿切勿动怒，为这种人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当。鸡飞蛋打，两头空啊！赵长叔，你不一直认为你是足智多谋、聪慧过人吗？我看你还不如一只鸡呀！人呢？去查，去追，去找，否则我把你皮扒了。我不如一只鸡。我给你带了碗热乎的吃吃。
刚才说重了，着急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我没怪你，我知道你担心秀儿，你是个好阿姨。我是什么好阿姨？我这么拼命，就是不想看到秀儿才这么小，就成了没有阿爷的苦孩子。我不是这意思啊。行，你趁热吃。我是很想没了阿爷。这么多年，我对我阿爷的记忆都模糊了。我是看见你跟秀儿相处，才拾起了一些记忆。我阿爷从小对我非常严厉，他教我骑射，带我出海。有一次我坠马受伤，他摘下一枚常年佩在身上保佑他平安的戒指，让我戴上，说海虎的女儿不能娇气。说他的戒指能保佑我平安。我当时没有哭，我就是怨恨他。我觉得我的阿爷为什么不能像别人的阿爷一样，关心儿女的安危？我就是想让他哄一哄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当天就杀了那匹马。可就是那次，我跟他赌气没有上船。他到了岭南，就葬身火场。女儿啊，都是阿爷的软肋。你阿爷不是不关心你，他知道海上风云莫测，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全的回来。他呢，是希望你知道，你即便没有了依靠，以后靠自己也能好好活下去。可是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何有光身边生活。他跟我阿爷不一样，他对我特别宠溺，他帮我洗去了海盗的身份，成功上岸，成了不商商会的行首。但是这么多年来，他给我的精致的生活，一点一点的改变了我原来的模样，就好像是一把刀，镶满了宝石，溜上了金，却藏在鞘里。慢慢的生了锈。我现在失去了身份，没有钱财，孤身一人逃到长安，我拿什么给我阿爷报仇？我什么都做不了。生活呀，是块砾石，刀呢，你得经过磨砺，才能重新焕发出寒光。你毕竟是海虎的女儿。相伯，今日我办完事就来接他，好好吃饭啊！有劳有劳。哦，哎，这来的这么早，你阿爷又有差事啊？他说他今日有8个头筹。
上林署监视，主公稍后。奇人呐！不敢，有能力，更有想象力。哎，不成想我们长安竟有你这等大才，啊！说，现在需要我帮你什么？我需要一份正式的官府批文，这样才能帮助我调动沿途的船只驿马、官署驿卡，才能让各个署衙配合无间，方能在贵妃的生日宴上将这个荔枝运抵长安。时间不多了，还等什么呀？直接走流程。来，先把这些登记存档的文书填了啊！谢谢监事，您呢这是帮了我大忙啊！哎呀，有此高才，如此壮举，我理应支持啊！贵妃宴上能吃鲜荔枝，这是谁想出来的主意？绝妙啊！这彰显了我大唐能力强大，物产富饶，能人遍布。你说这宴会上的荔枝，它是荔枝吗？不，那分明是我大唐国威。我定不忘监视的恩情。怎么是从岭南运来啊？圣人要的就是岭南的荔枝啊！哎呀，错了，我这太湖寺啊，只管是番邦来贡，收的都是大唐以外的进献，这岭南的事儿啊，我可管不了啊。那我岭南的荔枝我找谁啊？啊，四方进献，应该是坐堂署。胡饼，看，胡饼哎，胡饼，老板来这边看看，刚出炉的饼。这些是吧？来点，看，这些啊，打不吗？你跟踪我？某是奉司城之命护你周全。你是建安司的人，那便请你回禀卢思成，我要见他。听闻你要见我，卢思成，相信我的事儿，空浪先生已经告知于你。此次急于见你，一是想当面表明心意，我来长安是想助力于左相；二来是想递上此举报信。这些年，何有光利用我的商船，将不义之财清洗为正当的名目，向右相行贿赂之事，还有那些贪污徇私的勾当，我都了然于胸，已为卢思成写下，条条都是重罪。若是左相能呈递给圣人审阅，定可将右相和何有光一同治罪。一面之词，不足为证。卢思成，我的父亲是岭南尽人皆知的海虎，母亲曾是湖商商会的行首，我的话并非没有分量。况且何有光徇私之事，我也参与其中。我舍了自身性命将其纠全，我相信是可以服众的。这若是对付他人，这些足矣。可我们要扳倒的，那是大唐宰相，且右相又贵为贵妃的兄长。仅凭你一面言辞，还远不足以将他定罪。
姑且圣人信你，可这朝中皆是右相的心腹，到时若是被有心之人利用，说左相借你之手，恶意谋害右相，那难堪的便是我们了。就算圣人因此对右相心生下邪，也不会强行给他定罪。待圣人消了气儿之后，贵妃再在圣人耳根子边上美言上两句，这事儿十有八九可能就这么算了，甚至激不起一丝涟漪。那此番我来长安，对你们并未有任何帮助。对付右相这种老狐狸，还需万事俱备，以及致命，才不会留予他翻身的余地。信，我收下了。但我们还得等空浪先生在岭南收集证据齐备之后，你再出面指证。那这么说，我便只能等待了。阿密达，此时左相与我已谋划多年，这盘大棋多为手掌。不过，蛰伏并不代表没有胜算。我们不质疑你的诚心，但是要你有耐性。算日子，李善德应该到长安了。荔枝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秀过得好不好？我们饱食终日，日日蹉跎。还有那空浪先生，来，给钱。两文。啊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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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那你们总得告诉我，我应该去哪儿吧？我去哪儿？不要在这里聒闹，走走走走走，不要。何事在此喧哗呀？哦，说了多少遍了，待人接物需要客客气气的，往来勾兑皆是为朝廷分忧，都不容易。许监事，乐平，乐平兄，梁元兄。早就听说这长安出了一个荔枝使，没想到这倒霉差事竟然是梁元兄你呀！别提了，如何呀？梁元兄，你确实找错地方了。你所想要的存储糜费，是在转运途中的损耗。我们左藏署呢，只管收纳，不管转运。你要的转运糜费，得去兵部，找兵部的驾部郎中。兵部哪儿那么好进？哎，他这个，驾部负责运送，你们左藏署负责存储，那应该老打交道。你能不能？哎，梁元兄，这左藏署确实和驾部多有往来，但是吧。我也只是个小小的监事，跟驾部郎中说得上话的，也得是我们署令。是，那能不能让署令帮我把这个札子递到兵部去？这样，这札子呢，你先留下，我试试在我们署令面前美言几句。我求他将这札子递到驾部郎中手里。这就帮了大忙了，帮了大忙了，这严重了，严重了！你我同窗3年，当年的算学你可没少帮我。于我而言，良师益友啊！哎呀，这真谬赞了，谬赞了！哎，你说我这个差事吧，说好听了是美差，其实是个死差。你都不知道，我这2日啊，不说了，帮了我大忙了。乐平啊，哎，救命之恩，受我一拜。梁元兄严重了，严重了。
我着实不知道他是你的同窗，若要知情，定会好生相待。那倒不必，只不过是当年在一起读了3年算学罢了。若是真的关系好，他能不知道我在左藏所？那你还说要帮他订闸子，那不是敷衍他吗？他那个人特别的轴，我不这么说，他能走吗？那闸子很明显不合规矩，我递上去不就等着丢官挨骂吗？为了一个外人，不知道。日后如果他再来，你便告诉他这闸子已经递上去了。兵部怎么样，我们管不了，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嘿，梁元兄，你怎么又回来了呀？如厕路过，被你上了一课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明知道我与天争命呢，干嘛还给我扯这些弯弯绕绕的？好，那我也问你一句，你明知道你这是个死差，却还要开口让我帮你递这个闸子，你与天争命，我就活该为了你这死差挨骂丢官吗？念在同窗之谊，我与你留了面皮。若是换了别人，早就轰出去了。你要把我轰出去，我都不怪你啊，那是公事公办。但是你得跟我说句实话吧。你明知道我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你还耽误我一日，你这不是耽误的时间，是耽误的我的命啊！李善德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做监视的，宁可无功，不可有过。你自己的差是什么样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我凭什么？你知道自己是个死差，你还上门求我帮你办事，我凭什么帮你递这个捅破天的闸子？就因为当年你教了我点算术？你可真是好算计。行，既然你不要这面子上的功夫，我和你说实话，你这闸子呀，也别去兵部递了，没戏。实话告诉我，这闸子连兵部大门都进不去。只与你为友，兵部我自己去。站住！可有主府？我有事情去见驾部的主事。军事重地，无主府者不得闯入。快！闸子，我捡闸子。我们阻你，也是为了救你。这兵部的将军，你冲撞了谁，就等于丢了半条命。赶紧散了，别在这堵着门口。你说以前荔枝运不来，他们避之不及；现在有了转运之法，这荔枝可能运来，他们怎么还是敷衍搪塞？你这差事，即便是为了圣人之心，可与那一般的孔目小吏有何干系啊？办成了，得失的是你；如若办不成呢，与他们脱不了干系。依照正式堂里的诸相公闹去呀，四方觐见应该是做成熟，路上不归我们管，你要按流程办事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这闸子连兵部大门都进不去。什么？哎！
下岗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个打怎么又打架了？平日里他叫我徒弟，我也就忍了。他竟然敢说我阿爷领个死差，国破6月初1，我不走还不行。好了，撒手。是我阿爷吓死我的，但是查成了诈骗了。你就是那个倒霉的律师使，岭南的律师要是用不到查案，你就会被处死。他们都听说了。你现在就问他们，你到底是不是律师使？你们回去都跟大人都好好说这个荔枝他能运到长安来，是怎么？秀儿，真不理阿爷了。来，看看，你这真不理阿爷了。秀儿啊，这个荔枝使呢是个美差，所有转运使在阿爷面前都抬不起头。因为他们嫉妒阿爷，才把这事儿传成这样的。啊，我秀儿冰雪聪明，这个看不透啊。他们为什么要嫉妒荔枝使？阿爷问你，你说天底下所有的差事儿，给谁办差事儿最重要？是圣人。对呀。那朝廷是不是得花大价钱，为了给圣人这个事儿办好？而转运这事儿呢？是路途越远，花费越大。那你说咱大唐这个疆土之上，还有比岭南更远的地方吗？哎，那便是了呀。所以阿爷去岭南给圣人运荔枝，啊，这花费是最大的，油水也最大，所以他们才嫉妒我。哎，这2天，阿爷去各个署衙办事儿，那就没有不认识我的，那全嘴里都说着我呢。可他们都说。岭南的荔枝是运不到长安的，阿爷的任务不可能完成。阿爷就要做第一个把荔枝运回长安的人。那些人办不成，是那些人不行。阿爷不一样啊，因为阿爷啊会算。笑一笑。阿爷，你没有骗我。没有。阿爷，那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。阿明他会一直留在长安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有问过他呀。那他会一直住在咱们租的那个房子里吗？没有。那房租要是到期了，他得自己交钱。那他不会搬到我们家来住？搬我们家干嘛？我们3个怎么住啊？秀儿啊，阿爷跟阿弥他就是朋友，就是朋友。你阿爷这一世，心里边只想着你阿娘一个人，也只有你阿娘懂你阿爷。以前阿爷是算科出身，莫名其妙的就被弄到了上林署，整这些花花草草。阿爷是外行。后来呢，遇见了你阿娘，我们成了亲，搬到了这里。你阿娘亲手种的那棵桂花树，有一年冬天呢下大雪，我说这桂花树啊活不了了，但你阿娘就坚持照顾它，侍弄它，给它施肥。你阿娘说，一定能救活它。
果不其然，第2年，这桂花树就发芽了。你阿娘说呀，花花草草都有灵性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会报答你的。桂花有折桂，是贵人相助的意思。后来在上云署，你阿爷天天弄这些花花草草，总想起你阿娘这句话，不知不觉就成了行家。所以啊，这辈子你阿爷想的，只有你阿娘一个人。七郎，空浪先生不是嘱咐我们，无事莫要再来空浪书局吗？这不是恰好路过吗？顺便问问事情的进展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七郎，你这哪里是路过，你这是急奔空浪书局而去。再说，你要问询这事情的进展，为何还要买那女子用的团扇？咱不能空着手去吧？这叫礼节，懂不懂？我看是七郎多日未见空浪先生，思念成疾喽。狗儿，从小到大有没有？再学赵新民，我弄死你！回去等消息了。啊，我知道空浪先生的规矩，许依序办事。可我这次相寻之事10万火急，这1挺银子，是希望先生能先办我的事儿。既是规矩，便不能破。话我会带的，请回吧。桂林兄，清平兄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来书店自然是买书啊。您不是来买书的吗？某是买书啊。没选的中意，想到别处再看看。哦，那改日再聊。告辞，告辞。人呢？新民兄怎么又回来了？刚才内侧书格啊未看，回来再找找。正好陪陪桂云兄。桂云兄这是要找何书啊？哦，我寻一本《寿比南山弘愿经》，好日日念诵一遍，为右相祈福。哎呀，桂云兄对右相真是一片忠心呀！
你这粉绣细绢的团扇，一看便为女子所用。莫非这书局有桂英兄中意的女子？新民兄误会了，这团扇是我自己所用。莫要说笑。你看，这个扇子另有玄机哦，显白。这荔枝使若是真的掌握了转运新鲜荔枝的方法，那他手中攥的可是泼天富贵的敲门砖呢。听说李善德回来了，当真？不如请他来，会上林署小叙，如何？汉皇准是死求国。